这水神言下之意是他地藏所有算计都在掌控之内，都不必他通风报信。而这些话传到妖族的耳中，绝对会被这些失了智的妖族当作是水神在为他地藏开脱。不对，我的名号为何如此轻易就被这水神给报出去了？西方圣人弟子地藏之名竟是这般。嗓间一甜，地藏强行把一口逆血压下，英俊的面容更显苍白。正此时，一抹青光，一道金光自他的袖口飞出，径直消失在灵山深处。青色宝莲旗被收回去了，连带着我寻到的妖庭天地阴息也被一同收走。地藏的心底泛起少许道韵，凝成了一声毫无波澜的话语：安心修行。是，老师，弟子遵命。地藏低头道了句，嘴角溢出一缕鲜血，身形摇摇欲倒。一旁传来叹息声，谛听身子挪了挪，让地藏靠在他柔软的青毛上，长尾晃动，将地藏护了起来。此时的渡仙门众天兵分作3批，主力已去追杀妖族逃兵转功德，剩下的2批，一批在山中清扫战局，最大程度的复原被破坏的地貌，一批赶去南赡部洲东北部，负责将渡仙门众门人弟子迎接回山门。天庭对外宣称，他们早已经获取了确切消息，在渡仙门设下埋伏，算是征用了渡仙门山门。此时刚隔空搞完地藏的李长寿正在丹房中写写画画，灵娥和有心玄雅还在看着琉璃镜中的情形，时不时低声讨论几句，交流一下这一战的观后感。李长寿此前还问了他们2个同一个问题：这一战都学到了什么？有心玄雅思索之后给出的答案十分不错。人族与妖族虽是宿敌，却也非宿敌。妖族也分善恶，要铲除为祸的妖族。毕竟妖族都是万灵化形而成，与天地间源源不绝。重要的是分而化之，让更多向善温和的种族放弃以妖族自居。李长寿点了个赞，随后看向灵娥。灵娥略微有些不好意思，咬了一下舌尖，低声道：我就没师姐想的那么多啦。说吧，大不了就是100遍文字经嘛。哦，才100遍。灵娥松了一口气，将自己心底的想法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。若是没有先天宝物护身，绝不能轻易斗法。有心玄雅头一歪，一旁的李长寿却是仰头轻叹，一不小心竟然有被这个小丫头感动到。为兄改主意了，1000遍，明天抄完。灵娥嘴角一撇，就知道是这般。且说正事，打虽然打了，后续的安排还是不能够松懈的。舆论的高地，天庭和人教不去占领，就很容易被妖族和西方反咬一口。这一次妖族大举进攻人教仙宗，李长寿稍微策划一下，完全可以凝聚道门3教众仙宗，来个5部洲妖族大清洗。李长寿洒然一笑，算了，此前都决定了，最近100-200年不主动谋算什么。当然更重要的是，若道门与妖族气运冲撞，说不定又会给封神大劫增加什么不必要的变数。洪荒快讯，因西方教圣人弟子地藏算计，妖族昨日汇聚了20余万妖众，深入中神州与东胜神州，偷袭人教道成逍遥仙宗和渡仙门。幸得天庭水神神机妙算，早早做了应对，于渡仙门布下埋伏，请截教道成驰援逍遥仙宗，以渡仙门无损，逍遥仙宗数百门人战死的微小代价，歼灭9成来犯妖族。这期间，中神州众仙门纷纷主动来援，天庭大军与龙族初次联手。据悉，战死的人教炼气士，其魂魄真灵尽皆由地府阴司专线接引，优先投胎，早早转世。
又半日，渡仙门山门，一朵朵白云自南飞来，天兵天将一路护送，让渡仙门从掌门到普通弟子都是分外有面儿。至于山门被天庭临时征用设下埋伏，以及山门所遭受的损伤，也就是10几座风头被削平，渡仙门自不会追究。倒是有很多门人觉得，他们自己为何不能留下来为天庭天兵助力呢？就这般走了，确实有些丢人教的脸面。不过总体而言，有掌门解释，有洪荒中流传的例证版本，这件事就这般遮掩了下去。毕竟比起逍遥仙宗，渡仙门已经算是十分的幸运了。逍遥仙宗死了数百，伤了数千，且死伤的都是门内高手。尤其是逍遥仙宗10多位太上长老，数十位长老与妖族高手同归于尽，这一笔血账自然要算在西方和妖族头上。李长寿也没办法多做什么，只能以天庭水神的身份对逍遥仙宗表达了沉痛的慰问。其他人教仙宗各有表示，尤其是那家自在门，还很贴心地问逍遥仙宗需不需要长老，反正两家修的道差不多，可以借一些长老过去守护山门。经此一役，不必李长寿多算计，中神州众仙门各自相约联合，3、5门派就组织起一波荡妖历练。中神州南北边界开始热闹起来，妖族边界势力被不断的打压，而遭了2波大损失的妖族此刻也不敢与人族开战，只能够不断的收缩势力范围。天庭趁机火上浇油，这一次确实不是李长寿的算计啊。天庭颁布了一则除妖令，消灭业障妖族者，除却天道给的功德之外，还可以去天庭领取一份灵石丹药，并算入除妖功绩。虽然很少有仙人真的会去天庭领赏，但是宣传效果确实不错。从龙族归天到东海海眼被迫一战，再到妖生山之战，以及近来人教仙宗一战，天庭的威望迅速飙升。谁能想到，数十年前无人在乎的天庭，到今日已经是有了大兴而起的架势。再加上天庭现如今正在招纳天兵，又摆出求贤若渴的姿态，洪荒之中原本瞧不起天庭的众炼气士也开始有了些想法。用李长寿的话来说，现在上天庭虽然捞不到原始骨，但也很容易能够混成骨干。可以预见的是，稍后会有越来越多修为出众的散仙上天谋个差事，赚点功德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后话。大战之后不过2日，渡仙门就再次安静了下来。此前被昏迷的几个人也依次被唤醒。师父齐元老道教训了李长寿2句，考虑到徒弟用心良苦，也就没动浮尘，出某为天庭普通全神之后臀。九羽师倒是多问了几句，被灵娥以当时情形紧急，来不及解释就昏迷，带他一同躲去南州为理由，完美搪塞了过去。久久他就是以为自己喝醉了。熊灵力表兄说的对。倒是有秦玄雅，经此一役受到了极大的触动，主动请教了李长寿几个修道问题后，就回山闭关，说是要在100年内突破天仙境。他已经想到了，李长寿这一次种种安排，应是有意让渡仙门中修为不错的门人入天庭为天将，而作为上期首席弟子的他，便是最好的表率。为此，有清玄雅颇感期待。依依不舍地送走塔爷，李长寿又感觉到了那种安全感失落的不安。失去塔爷，命薄如纸；有了塔爷，以一敌万。也不知地藏现在处境如何，李长寿与文静道人此时也无法联系，只能继续让各处保持紧张的防备。现在分离了妖族与西方的合作，地藏手中应该是没有了太多可用之兵。稳一手，后续若地藏再出手，就以逍遥仙宗的血账，请大法师去灵山施加一点压力，直接点名道姓打这个地藏一顿。当然了，在灵山打杀了地藏确实是有些难度，涉及圣人的面皮嘛。又半个月后，这场风波也渐渐淡去。
李长寿刚想恢复此前那般悠闲且枯燥的修道日常，一批不速之客却赶来了渡仙门。漂浮在云上的仙岛楼船，那道站立在船首的倩影眺望着渡仙门的方向。裙摆之下，一只只雪白的狐尾来回飘动。我定会让你知晓，我心属你，并非是阴地牢中的寂寞。祈愿道场。明媚的阳光中，层层阵法保护的小雄风也有着别样的舒心。闲坐竹林，感受着那浓淡适宜的灵气，享受着亲手烹煮的香茗，远听别峰人声低语，近听阁楼莺燕翠红。这宅家修行的日子就是如此的恬静舒适，且枯燥。算了，做人呢，不能太龙王，捏肩敲腿推背什么的就算了，毕竟他是人教弟子，还是要艰苦朴素一点。大法师还在那儿睡草垛呢，他也不能一步到位什么的。李长寿看似悠闲，其实只道人分身在南州各处忙碌，修复受损的神庙，安抚受灾的凡人。经此一役，李长寿决定100年之内组建一个应急的海神教护教大队。因为来海神教范围内搞事的，以后估计多是妖族。李长寿决定聘请巫族为这个大队的主要战力，一旦解决了关键问题，就去北周洽谈相关事宜。关键问题是如何有限度地解开巫族立下的誓言。原本李长寿觉得今天会是恬淡且充实的一天，直到他的仙识捕捉到了那艘开往了渡仙门的船楼，看到了在楼船船首站着的那名妩媚狐女。阿兰还是小兰来着？这只青丘之狐怎么还不死心呢？李长寿略微思量，站起身来，驾云朝着阁楼而去。他上次双管齐下，又是让月老出手，又是用了一点不太光彩的手段，打击了这一名狐女因误会而产生的一片痴心。为此，寿还泛起了一丝丝的罪恶感。这次这狐女又过来，不急，先稳一手，看师父这个谪仙最近的感情进展如何。云朵落在翻修过的皇家棋牌室前，李长寿在阵法外咳嗽2声。正在里面斗大神的3位靓妹顿时一阵忙碌。师娘，你快把衣服换一下，别被长寿看了去。这是罪大恶极的99。雨师打扫一下屋子，莫让你大师侄笑话。这是穷凶恶极的始祖。那个动作麻利收拾其内乱糟的，自然就是李长寿此行要找的目标人物九羽师。他来山上的日子也不算短了，平日里师父奇缘也没少过来和他碰面。按理说有前世的感情基础，奇缘和九羽师这一辈子很有可能会产生姻缘，但是感情这种事儿是谁都拿不准的。到此时已经差不多可以判断出九羽师师叔对师父到底是什么态度了。李长寿赶过来就是为了探一探这九羽师师叔的口风，不然处理后面的事很容易出错呀。就做弟子的而言，本来已经是谪仙，命途有点悲惨的师父，若是能有个老伴儿，那自然是极好的。屋门被打开，淡淡的香风扑面而来，身着麻衣短衫短裙的99做饿虎扑食状，双手作爪，口中轻喝：拿酒来。李长寿身形看似随意的一晃，一股仙力脱下了小师叔，在袖中取出了2只拇指大小的酒壶，精准地扔到他的掌心，顺便还拿了2颗4品灵丹级别的糖豆丹，手疾眼快地塞到了他口中。300斤灵浆。把2只小酒壶抱在怀中的99脸蛋通红，嘴里嘎嘣之声响个不停，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句：没问题。角落的棋牌桌后，江灵儿翻了个白眼，叹道：你们2个整天这是做什么见不得人之事？99嘿嘿笑着，美滋滋地把玩着2只小巧酒壶，却是装傻充愣，不回答这般问题。有保密约定的嘛。
李长寿向前做了一个道揖，弟子拜见师祖。你这孩子，不是说好各论各的，这里又没外人。江灵儿啧啧笑着，因为已经嫁给了王富贵，整体打扮呢也开始偏向成熟风，盘起了蓬松的头发，换上了淡黄的长裙，白皙肌肤越发的富有光泽。但是一瞬到底还是一瞬到底，长发前后落下，完全难分甲乙。李长寿看向角落中安静站着的九羽狮，温声道：羽狮师说，此时若不急修行，可否与弟子在山上随意走走？九羽狮明显愣了一下，在他的印象当中，李长寿这个小琼峰真正当家做主之人，一直与他保持着足够的距离，平日里话都说得很少。自然可以。羽狮笑得有些拘谨，久久对着长寿眨了眨眼。李长寿笑而不语，倒是江灵儿想到了什么，对李长寿传声：寿兄，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？羽狮还没修成仙人。寿兄什么鬼啊？不是，这还操之过急啊？这青丘狐妖都打上门来了，这要是再不问问具体情况，让九羽狮整误会了咋整啊？具体情形，师祖稍后就知。李长寿如此传声回了一句，便对九羽狮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师叔先请。九羽狮答应一声，低头走出阁楼。李长寿从后跟上，隔了6尺之距，免得引起什么误会。两个人在灵兽园边缘散步，忙着侍弄灵兽幼苗的熊灵力好奇地打量了一阵，很快就继续低头忙自己的。海神大人跟羽狮独处，那肯定是谈正事嘛。